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今天是抵达越南的第2天，应该算是。昨天晚上到的越南，记得从这个海关啊办理这个出境就花了1个多小时啊，人特别多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来这个胡志明这边旅游啊。现在还在机场里边。这层是办理出境的啊，现在人就挺多的。看来这个胡志明绝对是大城市啊。昨天在这儿忍了一晚啊，其实还可以。它这个设计挺好，它这个宽度还是挺宽的啊，跟半张床差不多。没办法，昨天实在是太晚了，根本就没有车了。行，现在我要去这个胡志明的市中心。这次在越南前后可能要待18天，不像之前这个缅甸一样啊，是待了6天。因此要说这次越南之行时间还是挺富裕的，但是可能要去的地方比较多，因此估计到后面行程可能也比较紧。说实话，比较想从这个越南南部啊，一直到这个越南北部，河内那里。胡志明是越南南部嘛，比较靠南了。这个河内呢是越南的首都，相对来说比较靠北，离中国也比较近啊。如果要是可能的话，就从这个河内转一圈，然后坐车就回国内了。行，暂时就先这么个安排吧。一会儿坐车去这个胡志明的市区。然后现在找车去市中心。我看网上说有一个109路，找一找啊。这个车票挺便宜啊，好像。这个3000，还有这个5000，1块钱。这个是109，但是我估计这个是不是贵点儿？看看有人坐吗？没人。多少钱不知道，回来再找我要个10万20万的，不合适。他这边是1万越南盾吧，相当于人民币3块钱，因此有些这个价格呀，还是说相对来说便宜点的。像买袋方便面什么的，1块5。昨天买了点东西吧，感觉价格还可以。这个车票写的是3000、5000啊，也就是1块钱到1块5之间。车票是挺便宜的，但是其他我就看到有些欧美过来的东西啊，就挺贵的，甚至一个薯片能卖到30多块啊，不开玩笑，真的是30多块，卖10几万啊，薯片啊，真理解不了啊。因此，这个越南具体是贵是便宜，现在我也不太清楚。哦，这有，这是15000吨啊，15000用越南话怎么说不知道，反正就做这就可以。15000是4块5左右吧，不是15万啊，15000还可以，15000。要不就做这个。补5块钱嘛。Anh ơi, anh ơi, anh ơi, về công viên 20/9 đúng không? Thấy phải bao nhiêu không? 还真听懂一个单词啊，他说的安 A 就是这大哥的意思吧，安就是哥，好像安 A 就是大哥，类似于这个。越南人说话比较亲近啊，都是哥呀、妹呀。他们自己表达这个人称的时候是用这种比较亲近的词。其实国内也差不多啊，大哥大姐的啊。能一会儿看看，如果是做这个的话，那就买张票，坐这个去市中心，15000。
抵达这个胡志明的市中心了。说一说这个胡志明的第一印象啊，感觉真的跟国内差不多。这边现在戴口罩还是比较普遍的，坐车什么的都需要戴口罩，而且路人也比较自觉啊，戴口罩是比较多，因此感觉这个和国内特别的像，街道也像，只不过就是这边啊，骑摩托车的稍微的多了一些。国内大城市差不多都是禁摩的，很少能看到这个摩托车，一般都是电动车。哎呦天，这一道堵车吧还可以，不是说特别的堵，相比曼谷啊、雅加达呀好多了，就是那个程度啊，跟这个国内就是特别像，人的思维好像也特别像，比如像这个加个塞儿啊，然后按个喇叭呀，就跟国内的那个节奏特别的像。在泰国有时你很少能看到这个加塞儿的啊，就是蹭一下啊跑你前面去了，但是这边感觉就特别的多啊，特别是这个好车啊，我都害怕这个把好车给撞了啊。刚才看见一辆迈巴赫，你说你开着那么好的车啊，抹这个小巴啊，真服了他了。这一块就属于胡志明的非常中心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在我右手边吧，应该是好像是独立宫啊。刚才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，看看这价格，吃一顿饭多少钱？这边小超市挺多的啊，比这个万象肯定是发达的多啊。看看吃一顿，这一大碗20多块钱吧，不到30，价格跟国内也差不多。这一块属于这个外国人居住的比较多的区域。刚才看了一下，好像是叫槟城市场。这个很多景点啊都在这个周边啊。因此一会儿把东西放下，然后打算啊在这个周围转一转。现在感觉还可以，不是说特别的热，感觉还可以，比这个曼谷强啊。其实这个胡志明比较靠南了，可能到了河内啊就多少有点凉了，甚至因为河内的纬度比这个海南都高啊，因此那边可能跟广西就差不多了。这里就是这个槟城市场，有点像这个金边的这个中央市场，很多的这个卖一些旅行用品的这个商店，卖背包的，不知道是越南产的还是中国产的啊。现在这个越南生产已经在某些区域啊已经取代这个中国了啊，特别是这个衣服啊、鞋帽啊什么的，现在很多都是这个越南制造，质量就不好说了啊。感觉这个街道还算干净吧，毕竟人那么多了啊，不可能保持一尘不染吧。这房子建的倒挺漂亮，有点像这个广东那边啊，但是这个街景又有点像广西啊，反正就是这一带吧。气候还可以，这个虽然人挺多，但是没有那种燥热感。那种燥热感在这个泰国曼谷就是特别明显啊，就是走一会儿啊，这个难受啊。这里还可以，可能这个越南这个比较靠海吧，这边相对来说气温低一些。行了，一会儿到住的地方办理入住。越南要待个18天左右吧，希望是从南到北都转一圈啊，但是也有可能这个转到中部啊就没什么时间了，
到时候只能是想办法，或者去老挝，或者呢回国。去老挝呢，到时候坐火车回国也可以。越南这边街道上不但有这个它的国旗啊，还有这个镰刀斧头的这种红旗啊，共产党党旗还挺多啊。行，我先去住的地方吧。街边的小餐桌，现在吃饭的还挺多。这会儿正是这个中午吃饭点儿。刚才稍微的到超市里歇了一会儿，现在去这个住的地方。刚才买一瓶水什么的。其实我倒是想在这个路边吃点什么。看看卖的什么呀？份儿饭应该是。Right. Yeah, Vietnam food with rice. Yes, yes. Yeah, oh, quay phim. 行了，点完了。这是鸡肉，然后这个不知道什么肉，猪肉吧应该是。然后一点米饭啊。然后这些是6.5万越南盾，大概合人民币20块钱啊。要说贵嘛，不便宜肯定是，也不太贵啊，凑合吧。一会儿尝一尝味道，因为胡志明这一块算是越南最贵的地方了，因此20块钱能接受。稍微的看一看，一会儿吃完饭之后去这个住的地方，先回先吃吧。一盘米饭吃完了，这菜还剩一半了，感觉剩一半多啊。其实点一个菜就够，不知道啊，第一次吃啊，点了俩，还富裕这么多啊！一会儿再来一盘子，感觉味道还挺不错。这是菠萝鸡块，这个猪肉炒的这个洋白菜什么的，味道可以，跟这个中餐没什么区别啊。行，一会儿我再要一份米饭吧，这个一份不够。我又要了一碗米饭啊，3000越南盾，1.2块，不是1.2块，1块钱不到。米饭倒是挺便宜的，一看把这俩菜都折里得了，和着吃吧。刚才点的那个是6.5万嘛，我估计啊，这个米饭是5000，然后呢，那俩菜每个是3万。3万10块钱吧，好像10块钱一盘菜，不到10块啊，9块一盘菜，感觉还可以。其实点一个就可以。感觉在这儿吃饭的话，一顿是10块钱。我看一看这叫什么名字，不知道，写的大全是什么，不知道啊。反正就在这个我住的附近啊，这块区域还是挺热闹的。行，回来这个明天没事就来这儿吃饭吧。那吃饭人挺多的啊，里面还有。都吃完了，一点没剩。不知道怎么读啊，大全啊，应该不是啊，挺好吃的啊。咱们这一顿吃的我，那小楼还挺好。西贡。一说起西贡啊，就想起西贡小姐。之前胡志明叫西贡啊，不是叫这个胡志明。后来这个南北越统一之后，西贡改名叫胡志明啊，挺好吃的啊。我看了一下网上写的越南风味，如果是越南风味的话，就说明这个越南的饮食好像跟中国真是差不多，各方面味道啊，跟这个中国广东啊，甚至这个广西一带做的味道挺类似的吧，挺好吃的。20块钱。我看到这个越南人啊，其实就点一盘菜就够了。他们反正吃的相对来说少一些，其实我点一盘也够了，但是不知道嘛，
点了2盘，好像吃的我现在还挺撑得慌。一会儿到住的地方，我先休息休息。然后现在去这个住的地方，其实这一块就相当于上海的哪里呢？淮海路还是？毕竟这个胡志明不是首都嘛，说三里屯有点不合适啊。感觉就是这个上海的南京路附近吧。感觉这个区域外国人住的挺多的啊，很多的这个欧美人来这边旅游啊。但是跟这个泰国比还是稍微少一些，相对来说少一些吧。这边卖橘子啊。我记得在那个广西南宁吃的那个叫什么橘啊？好像这个广西啊、云南这一带啊出橘子挺便宜的，10块钱买了5斤啊，这一通吃啊。行，一会儿差不多到我住的地方了。行，今天这个胡志明的第一印象就先拍到这儿。一会儿到住的地方把东西放一下，然后休息休息。可能下午2、3点钟吧，再出来转一圈。行，先拍到这儿。